大陆年轻人只讲武统，不讲九二共识，主要是被对岸给玩烂，他们玩更凶。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不能接受。个表你也不接受，两制你也不接受，那你还剩什么？一中线也不接受，那就不剩什么了。想得到不多人，这个误区在台湾常有形成一个污名。武统派觉得只要统一，我们很多担忧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着急？因为如果你继续影响那套叙事，能继续玩下去吗？那就问号很危险。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陆年轻人只讲武统，不讲九二共识。如果说我们接受九二共识，那就意味着可以一中各表，而且他认为这个九二共识这是在忽悠老百姓。这现在九二共识主要是被对岸给玩烂了，他们玩更凶了，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不能接受，就会像香港。个表你也不接受，两制你也不接受，那你还剩什么？一中线也不接受，那就不剩什么了。那我就发现我们的武统派和台湾的基督派是一家。当年我们大陆其他省份在解放之前，国统区经历了长期的反共教育，解放要么是土改，要么是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老百姓会根据他的利益感受来慢慢转变他对你的看法。你不可能指望说你还没有去治理他，你就要这个地方的人全心全意的拥护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可能的。那我说，他万一被民进党找麻烦，我们能保护他？你保护不了他。所以说，很多现在做对台工作的一些朋友，等着靠两岸交流来促进民心相通，什么心灵契合，不可能。但我们不会放弃交流，包括现在我们也是在交流。我讲一个很直白的话，其实以前的我绝对不会跟杨森直播，因为杨森的色彩讲白就更倾向武统一点。那当然，你代表的是很大一群人的声音。为什么？以前我会拒绝跟武统派的讨论。直白来讲，你都要杀我了，我干嘛跟你讨论？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他要杀你，但他不是真的得杀你，他是到迫不得已的时候要杀你，这逻辑就不一样了。那问题来了，你为什么就要让他真到不可以？像王骁现在很温和了。网友比他还激进。我做一个从台派走到反独的一个立场的人，为什么我们愿意踏出来？因为民进党还没看到希望，但台湾有别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讲，你一定要有人接触。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称赞馆长？因为馆长够勇敢。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看到馆长那一个勇气的时候，我们应该做跟进，然后让更多人了解到台湾人不是一成不变。那你越接触，能够改变多少吗？老实讲，慢慢看到成效。现在多少馆粉敢自豪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说这除了武统别的都不行，我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推导，不是一个情绪上我就想打仗。如果别的行，你得让我看到希望，你要说服我和平统一是走不通的。我们的往上面就花钱投资源，我们就走这条路，不死人肯定是好的，谁都支持这点。但是现在现实逼到我们做一个两难选择，他也不可能竖起一杆旗来说我他妈成立台湾共和国了，他也不敢。那你这边你又没有办法实际治理他，他久不久戳下你的马屁。美国一步步的进行实际的军事部署，拿这个东西来阻挠牵制你的发展，那对你的内部治理是不是有负担？这个事你到底解不解决？他已经回答了，必将解决。那好，怎么解决？用现有的方式，那是不是只剩下一条路？所以我要澄清一点，对于一国两制，包括九二共识，他们为什么没有信心，或者应该更精进？一个是香港，你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你不提，你不强硬，那他就可能后患无穷。但是大陆这边对合同还存一丝善念，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经过民进党长期连续执政之后，以及国际社会的动荡变化，大陆的民间哪怕就是你们大胆的、勇敢的讲出自己中国人这一派，在台湾重新变回主流，可能我们这一边的耐心也会说往前推，那我们就开始争执。比如说，那你们岛内能不能形成一个能够代表2300万的人来跟我们这边14亿谈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你们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东西？能不能提出这个东西？而且不能是那种我答应了你回去又推翻，我们就经不起这种折腾。这个有一个基础，我们的主流民意必须要有一定的支撑，而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在823之后，我很快就来做两岸交流的工作。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借着民进党刚大败，2张神主牌都折断的这个窗口期，去创造一个民意的基础工作，确实有一些成效。民进党连续执政了快10年了，封闭两岸情绪，创造两岸冲突的这种打法，至少在今年被彻底的终结掉。台湾重新认识大陆的状况、发展、人民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有个说法，反共很简单，反对中国共产党未经台湾2300万人改变台湾的现状，但
你也要尊重大陆14亿老百姓对两岸未来的讨论空间。一休的这种论述，它能够调成这样，在台湾的生态已属不易，但是在大陆现在的背景下来看不上，我觉得什么？大陆的年轻一代有一批坚决无那另外一批都是关心。另外大陆也是看你针对的单位是什么，因为现在中美是关键问题，不应该让台湾问题变成了影响。但是我们同时又要理解到。这个台湾问题就是时间不等。我们老是讨论香港问题，那香港问题到底是香港的问题还是英？如果英美不存在问题，香港是否有那些问题？沿着台湾的论述，是先解决中美问题，还是要先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个。当你如果说不顾一切后果，直接用一种比较硬脱钩的方式解决了台湾问题，那你当然会存在治理成本。那这个治理成本，一方面是来自台湾本土的一个治理成本，另外。我认为可能带来50%以上美国的力量。所以王小统治的这一派属于别着急派。我是着急，但是我不认为你要那样。我认为中美问题是主要问题，如果没有美国问题，台湾问题难解决。我们不知道两个帝国之间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说中美必有一战，我不认同，它只是一种相对糟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的这场竞争，也是中国国内和国内的一场竞争，美国国内和国内的一场竞争。中国看起来相对来说四平八稳，但是你做舆论工作，你自己也能感受到，国内有很多的派系也是在蠢蠢欲动。我觉得还是回到最开始100年未有的大变局，整个世界的规则改变了。不管哪个国家，你无法这样参与了，你必须要退回来。国内就开始调整规则，那国内的压力现在不就这样吗？美国以前那一套，现在也在变了。国有企业搞出来了，当时还在那边洗这么多国有企业，所以现在两国国内都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改革，一场激烈的竞争。在中途，你又不能说国际关系我立刻就断掉，现在退回各自国内。台湾问题的源头是中国太弱，才会有台湾被割让问题。因为亚洲海权第一强国过去是日本，后来被美国接手，所以才所谓的第一岛链嘛。台湾第一岛链当中最主要的构成，因为第一岛链往后退是关岛。关岛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其实一休讲的观点，其实跟我们的官方的最高领导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照着这个逻辑继续再往下推，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话讲，是民族若乱而生，也必将以民族复兴而解决。而现在我们的复兴还没有完全完成，台湾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但是同样的讲法，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对象是大两岸。那么为了确保这一对竞争我们能够最终胜出，我们要把干扰项给缩小。如果为了实现统一导致复兴的大局被破坏，那么这一招棋你就下错了。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发展是好的，无论从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深空探索、深海探索不同领域，我们能够逐步的赢得这场竞争。对方如果忍不住先说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包袱了。所以说，后天大家看的东西是先做准备，你先之前你自己好好考虑，你只要不先，我就用我这一套东西慢慢搞。我只要解决了发展问题，其实发展是我们最核心的，那就是别着急的核心观点。我们不要自设时间线。但是武统派的观点和这个别着急派相反，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克布隆反派，觉得当今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经济形势它不是一个做蛋糕的时代。以前大家经济增速2%，那大家都去挣钱了，你说谈统一，没有人感兴趣，你神经病吧？近些年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变多，很多国家它对于和平发展或者是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变少，对于诉诸武力冲突，它的担忧也在变小。这其实就是经济全球下行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能独善其身吗？中国是最大工业国，我们现在外部环境，你说我们生产力那么强，你订单没有，你有什么办法？再加上美国的是相关的压制，在这个环境下，那你自己去做增量，给民族或者说给这个国家一个奔头，那它就会开始聚焦存量问题。对，有哪些你承诺过的东西你没做，或者是它可以被解释成你再拖下去不敢发展，外企来投资你的时候总是会担忧。如果说我们统一了，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这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很多担忧就没有了。而你能力已经这么强了，你何必犹豫？这个是克布隆反派的观点，等于是这两派它都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它不是说我情绪上我就是讨厌你们，我要杀了你，它不是这样子。对，它都是基于国家利益在计算。台湾的观点没有。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克布隆反派，台湾藏了一个深刻的误解，你就是想留岛不留人。也没这么说，你就想杀台湾人。我们精确的搞定。这个是民进党说的，他过去所创造的一种误区。这个误区在台湾长久形成一朵乌云，而这朵乌云让台湾每一次大
大选就偏斜。那这问题上不掉的核心原因，台湾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大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加强两岸交流，并不是说我们想要苟延残喘，是为了要让更多台湾人弄清楚大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这个样子，才有凝聚共识的基础。台湾的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总想跳过了解大陆的阶段，直接跳到解决方法那一边。但问题你回头没办法跟选民交代，所以有一大堆的政治人物最后就变孤鸟，他的理论出不去。所以你要先了解，你刚才讲客观玩派。那也是这2-3年，我加强对于对岸的交流，跨出去之后，我更深入了解到这一层民意的一个核心的逻辑，这个才是台湾现在很多人听不懂。对大陆的朋友来讲，我生活的环境都长这样，我对我的国家发展、社会治理有各种信息，它是一个过程。可是台湾来讲，第一个还在争执厕所有没有门，到底靠不靠背？过去我们文绉绉的讲，人家听不懂，那只好就是派馆长这种武将去就直接靠背你才听得比较懂。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着急？因为如果你继续影响那套叙事，2027、2028能继续玩下去吗？但是问号后面很危险。